你好，我是小云，欢迎你来到我的小角落。这里有我，也有一些想慢慢说给你听的话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一条消息来了，你明明看懂了，可是很久都没有回答。不是因为你不想回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对方，只是因为你太想把这句话写好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到家，我把包放好，换上舒服的衣服，又给自己准备了一点简单的晚饭。吃完以后，房间里慢慢安静下来，手机就放在桌子上。我刚坐下来，手机忽然亮了一下，是一条中文消息。我拿起手机，看见朋友发来一句话：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们一起喝咖啡吧。这句话不长，里面的字我大部分都认识，我看了一遍，就差不多明白了。朋友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，他想和我一起去喝咖啡。我读完以后，很快就明白了，心里也有一点小小的开心。以前看到中文消息，我常常要看很久，有时候我还要一个词一个词去查。可是这一次，我没有马上打开词典，我看着那句话，心里想，啊，我真的看懂了。可是开心过后，我又看了看那条消息，我忽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他。我打开聊天框，想马上回答，我的手指放在手机上，可是过了几秒，我还没有打字。我想说，我明天有时间，我也想说，我很想去，可是第一句话应该怎么写呢？我先打了几个字，我明天有时间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句话没有错，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太短了，于是我把它删掉。我又打，谢谢你问我，这句话也没有错，可是我看着它，心里又有点不确定，这样写自然吗？朋友看到以后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？我又把它删掉了。手机屏幕上，聊天框空空的，可是我的心里一点也不空，那里有很多小小的想法。一个想法说，快点回吧，他在等你呢。另一个想法说，再想一想，不要写错了。我又想写，我很想去，可是刚打完，我又停住了。这样写会不会太直接？会不会不太自然？还是应该说的轻一点？我本来想马上回答，可是第一句写出来以后，我又觉得不太合适。我删掉，重新写，写到一半又停了下来。朋友只是问我要不要一起喝咖啡。这么简单的一个回答，我却想得有点复杂了。一开始，我只是怕自己的中文写得不好，后来我又开始怕自己回得太晚。到了最后，我连第一句应该写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应该先说对不起吗？还是先回答他的问题？如果我现在才回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想去？他会不会觉得我不礼貌？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想回答，我只是太在意这条消息了。因为在意，所以想写得好一点。因为想写得好一点，所以一直没有发出去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想笑。朋友只是问我一句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可是我好像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考试。我不只是想回答，
我还想回答的正确，想回答的自然，想回答的礼貌，想让朋友觉得我真的明白他的意思。可是越想这样，我越不敢按下发送。学中文以后，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，有些话我明明看得懂，也知道大概应该怎么回，可是到了真的要用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会紧张，因为那不再只是书上的一句话，也不只是练习里的一个句子，那是我要发给一个人的话，对方会看见，对方会回答，这句话也会让一个很普通的约定变得真实起来，所以我才会认真，也所以我才会想这么久。我又看了一遍朋友的消息，这一次我没有再改来改去，我告诉自己，这句话不一定要写得很完美，只要是真的就已经够了。于是我慢慢打下，对不起，我回晚了，明天我有时间，我也想和你一起喝咖啡。我看了一遍，这句话不长，也不特别，可是他把我想说的意思都写出来了。我没有再删，我的手指停在发送键上，停了2秒，然后我把它发了出去。消息发出去以后，我还是看着屏幕。那一刻，我心里还有一点担心，可是也轻了一点。刚才想了那么久的话，现在已经到了朋友那里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又亮了，我看见他回我，没关系，明天见。只有6个字，很简单，很平常。可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看着手机，停了一会儿。原来，一条我想了很久的消息，也可以这样简单的结束。朋友没有多问，我也不用解释，我们只是约好了明天见面。我把手机放回桌上，刚才那种一定要写得很完美的心情，好像也跟着那条消息一起结束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只是回了一条中文消息，写得不长，也写得不完美，可是它已经发出去了。朋友看懂了，也很自然地回答了我，这样好像就已经够了。有时候，学习一种语言，不只是记住新的词，也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，用自己现在会的话，认真回答一个人。那条消息不长，可是我看着它，觉得今天的中文离我的生活又近了一点。